害我这位老板，我们拍过了很多渣男的议题，然后很多人就敲碗说，那也应该聊聊渣女啊。好哦，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聊渣女。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频道，也可以加入会员哦。我们直接来看男粉丝提供的案例。我玩交友软体认识一个女生，她长得很正，身材也很好。出去几次之后，我们就开始交往了。她说她偶尔会去当模特或拍广告，然后因为可是这些案子都是要等公司发案给她，所以她的收入非常不稳定。然后有时候可能就会有好几个月没工作这样。然后我就问她说啊，那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比较稳定的、有月薪的工作？然后呢，要是有模特的工作来的时候再请假去赚不就好了？正常吧，对不对？对啊，就是如果那是那么偶尔什么，有时候会几个月没有的，是要主业。那你根本都不应该停下来等这个嘛，你应该还是要有个本业，然后偶尔有这种外快比较好赚的，你再请假去赚就好了。所以这个男生给的是正常的建议啊，然后女生就回他说，可是啊，就是我吃不了苦啊，我没有办法去做那些领固定月薪的工作啦，那模特的工作才是我比较擅长的。小编刚刚有点傻眼说。我说别恭喜啊！他是花瓶吗？傻眼，人家就很漂亮啊，做不了吃苦的工作。什么鬼啦，我讨厌。男生心里面就 OS 说，想想也是吼，这么漂亮的女生好像真的会吃不了苦吼。男生是已经恋爱脑了吗？因为漂亮，对不对？因为这个女生外形很好，是可以当模特等级的那一种，所以呢，男生就合理化他刚刚讲的这些理由跟行径咯，就觉得也对这样子。真是惊呆了我。好，所以男生会觉得漂亮女生一定吃不了苦，会吗？我觉得他是有点被洗脑，就是贪图她的美貌，还是他滤镜那个女友滤镜，对啊，正妹滤镜，就觉得他讲什么可能都合理的，对，所以现在是有点恋爱脑或被那个美色诱惑的倾向嘛，对不对？好，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所以领固定薪就是吃苦，那我们的大部分一般人是在干嘛？我们命真苦，我们好苦，没有不够漂亮。重点是这个，是不是？懂了，就是我们大部分95%以上的人不是都在做固定薪的事情吗？对啊，很少人是创业老板或者是接案的工作吧，大部分都是要进公司上班领固定薪的啊。所以他说固定薪等于吃苦，这个逻辑我有点不是很懂，但男生好像没有发现这一点。对啊，天哪！所以我必须在这边提醒男生一点，如果你刚刚有跟我一样发现，等一下不是大部分人都这样，为什么会把这个定义为吃苦？好，恭喜你，你比较不容易被渣女骗，因为你的三观正啊。因为你会理解说，不是啊，我们大部分人不是都这样，这样有什么好吃苦的？对啊，你没有因为美貌或美色当前而觉得，对，他吃不了苦。他说的都对，你的三观比较正，那你就比较不容易被骗。就跟我们经常提醒女生，你自己三观要正，也比较不容易被渣男骗一样。所以或许这个就是男生的盲点吧，就看到漂亮女生就会觉得，你不要吃苦，我来拯救你，就让我拯救你的人生吧，交给我。他没有这样讲，这个我自己脑补的。就是我在想，男生心中是不是会烧起这种热？可能有那个 OS， 那就让我拯救你吧，好吧？对，他可能觉得自己是白马王子，对，是不是会有这种英雄上身啊 ？Superman， 人生可以当英雄一次，就是英雄救美，然后男生是不是会有这个幻想？会，可能会落难的美女，我来帮你，然后他就会爱上我，我来帮你，而你以身相许，对不对？想太多，这是男生的剧本嘛，对不对？男生小剧场也没在少的啦。对啊，男生自己留言说，你们是不是都在想这种事？就是有一个落难的美女，然后需要我的帮忙，然后最后他就以身相许，这应该是你的剧本嘛，对不对？然后你就莫名不小心交到一个超正的女友，然后甚至还把她娶回家，这是不是你想要的？男粉丝的叙述我们就继续。他说呢，基本上只要一起出门，全部都是我付钱，就是早上我先开车去接他，然后我们就吃饭，然后看电影，然后逛街买东西，然后出去玩，然后帮他拍照发 IG， 反正就是一整天的行程，然后这些开销都是我付的。然后后来啊，他就说他没有钱可以付房租，因为这几个月都没有案子，然后我就先帮他代垫1个月，然后后来又继续就开始帮他付2个月、3个月，然后反正最后就变成他的房租就是我在付了这样。对，然后基本上交往下来就变成是我在养他，他在对他负责啦。对，他就觉得说他就收入不稳定啊，他又没有办法做一般的工作啊，那就是我来负担好了。所以这样子交往1年多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男生在养这个女生，在负担他所有的开销，包含房租这样子。然后呢，交往了1年多之后，我以为对女友好，照顾女友也很正常啊，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带我认识他的朋友圈哦。就这样，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想分手了，他就失联了，再也不给我读，不给我回，他感觉是封锁我了。然后呢，我就去他家找他，就发现他已经搬走退租了，还潜逃。还是你那个预付房租的户头其实也不是房东哦，我是这样的。不知道难讲，他是他真的那个，就是2万给你报3万5，然后我再扣2万去给房东。天哪，不知道，这我自己乱想的啊。好，然后他就说，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他，所以我只是他利用了1年多的工具人吗？提款机。对，他突然有大梦初醒的感觉，所以我这1年多在干嘛？
他这样子给我说一个我要分手就不见了连找都找不到，就都直接不读不回，让男生觉得说，所以我这样子1年多来，我只是一个付钱的工具人吗？对，男生也有这么笨的时候。对啊，所以才那么多人敲碗说要讲渣女，就是其实被骗的男生也不少，只是有时候男生碍于面子问题，好像不好意思说，可是女生就一定会说，我遇到一个渣男，你知道他怎样怎样怎样，对，可是男生有时候不敢讲，怕讲了会被笑啊，或怎样怎样，绝对会笑他，对，不是啊，所以他可能就会不敢讲，然后就会感觉好像案例比较少，可是我觉得没有在少的也是有的。所以小编觉得呢，遇到这种事到底是怎样？他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提款机，他其实就是提款机，就是他从头到尾都在骗他，是不是？我觉得是，应该是，不然怎么可能离开这么突然？而且不介绍给他朋友认识，所以他其实他都不认识那个女生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就是都一直在1对1而已。对啊，他没有真正跨入他的生活圈，他就是工具人，在一起1年都没有发现。会不会他其实还有别的男友？这个是提款机，然后这个就断了，然后这个是正牌男友，高手玩家之类的，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就是很诡异一个状况，就觉得天啊，我就这样被骗了1年多的感情跟金钱。他应该吃了迷幻药，被下毒。所以男生也是会有恋爱脑的啦，都一样啦。好，从这个女生的言谈呢，如果我是男生，我会怎么想？第一个呢，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也就是他是一个模特儿，但他都常常没案子，然后他也做不了固定性的工作，那我就会分析出来，她是一个漂亮但懒惰的女生。对，实际上她就是一个这样的，就是漂亮、缺钱但又不积极工作的女生。对啊。好，你今天有这个外形，能当模特儿，能拍广告，其实你的工作机会不会少的呢。她其实可以做什么？网红，就是经营一个社群，对，有可能就可以接团购、接业配嘛，这不是现在最基本的嘛？或者是如果经营社群没有那么快，那可能你也可以去投稿当网拍的模特儿。对啊，可以积极一点。对，你可以发照片，或是发你的 IG 去给网拍的厂商嘛。因为网拍的厂商通告是很固定的，你可能每个礼拜都可以拍到同一家的通告，那个其实也有不少钱。或者是直接去电商服饰品牌当直播的小编啊，现在不是有非常多这样的工作机会吗？对啊，就是外形漂亮的女生，其实工作真的不会难找。能靠点吃饭的也没有那么多，很吃香，好不好？你就算是找一般的工作，其实颜值高都很容易被录取，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摆明就直接说我就是好几个月不会有收入的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是懒惰跟不想做居多，你不可能会没有工作机会的。然后漂亮的女生其实是比别人更容易在年轻的时候就赚到钱、存到钱、拿到一桶金，可以开始做被动收入的，这个是比一般的平凡的女生更容易的事情，可是她都没有要把握，然后就一直不断跟我说，可是我这样好几个月都没工作，什么什么。如果我是男生，我会觉得你漂亮但懒惰，又不断的释放求助的讯息，那你是想要干嘛？我就会翻译起来叫做你想要我养你啊，那这不是动机就很明显？对啊，你想要我养你，那我就会去思考，那我有没有这个需求？就是我想要有一个这么正的女朋友，但是我必须负担她的所有开销，这是我要的恋爱吗？如果这是你要的，那当然 OK 啊，各取所需嘛，你可能也不会那么难过或心痛嘛。但如果不是呢？如果这不是你期待的恋爱状况，你认为的恋爱不是建立于就是彼此有一个经济的供养这样子的关系的话，那你可能就不应该走入这样的感情里。因为他的需求他已经讲给你听了，对不对？他的美貌也已放在那里，让你知道你可以得到什么了。那这时候就是你要自己去想，这是不是你要的？好，再来是推测2。那如果他是骗我的，也就是说，这只是他创造出来的人设，不一定是真的哦。例如，他可能也不是模特儿哦，或者是他就算他是模特儿哦，可他其实没有那么缺钱、缺工作哦，这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背景哦。对，好，那他创造这样的人设给我，他是想干嘛？骗钱吗？还是一样嘛？你还是希望我的经济援助嘛？那所以无论你骗我或没骗我，其实你的动机都是同一个。那所以你骗不骗我也不是那么重要的，对不对？对，因为最后这2条路径的答案是一样的，就是他希望我养他，他希望我给他钱，他希望我支持他。我们就试想如果我们就是一般上班族女生，如果今天你的工作很不稳定，然后常常缺钱，你真的会很轻易的告诉一个暧昧的男生或你真心喜欢的男生吗？你会在刚开始约会几次就跟他求助说，你跟你讲，我那边工作好不顺哦，我好几个月都没收入了，去找工作都找不到，你会聊这个话题吗？不会，我怕吓跑他。我觉得讲出来丢脸。对啊，对，正常来讲是会的吧？对啊。尤其还在刚交往的时候，顶多工作上遇到低潮还是什么，被老板骂跟他抱怨一下，可是应该不会直接跟他讲，我好几个月没上班，我找不到工作，都没人要我，我薪水超低的，我现在好缺钱，我房租快付不起。你会这样跟他讲吗？我不会，先建立好形象。对，应该把感情建立起来。然后你可能也不会想说，而且我也不太想上班的。不会，不可能吧？你不会想要建立这个人设，对不对？所以正常来讲是不会的，就会怕被嫌弃啊，怕被觉得怎么那么懒惰啊，怎么不够努力啊，甚至是你是不是能力很差啊？你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啊？等等，其实大家都是爱面子的，所以应该不会轻易讲出这些东西。但当你知道自己很正、身材很好，又创造出可是我没钱的这种人设跟形象的时候，目的就是只有一个嘛，请你帮助我，养我。所以
男生千万不要就是掉入在说，好像他真的发生这些事，然后你要帮他，其实你要理性的好好想一下，如果是各取所需，那你觉得没差 ，OK？ 那反正这是你想要的，好，那或许莫名其妙被分手，他搞消失的时候，你也不会太难过，因为你也度过一段1年多各取所需，你也得到你要的啦，对不对？就是春梦一场嘛，也不错，对，也不错，对，你交过模特的女朋友了，是不是？对，搞不好留下不少照片了，对不对？就是一生的青春的回忆啊，对。但如果你是认真想要谈恋爱，甚至想要找结婚伴侣的男生，那你自己就要想一想，这样的恋爱关系，一个出钱，然后一个陪伴的这样的恋爱关系，会是你要的吗？所以这一集重点就是在提醒各位男生，好好想一下，女生后面的动机，你就比较不容易被骗啦。男生到底为什么喜欢这一款的啦？滤镜太重了，所以男生看到漂亮女生很容易晕呐。好了，我看到男生也不是你知道三观没有，因为那个叫做越级打怪。你交不到模特等级的女朋友的人，突然一个模特空降，你是很难抗拒的。对，像一个天才，天才这样就懂了哈。这就是越级打怪的概念。对，所以大家只要愿意降级，那一集你都是可以骗的。三观真不正，三观好不正。所以要小心，就是一旦有人越级打怪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先想到有这种事。为什么？很多人都不会觉得自己被骗，而是会觉得我很幸运，然后他就是喜欢我，或者是我刚好就是遇到他，我是他的菜。对，而不会觉得说不是啊，他模特或什么他练习生，他艺人，他干嘛跟你在一起？他一定就是有他的目的嘛。那人们就是在那时候又被卡住了，没那么好康的事，越好看的事情后面一定有问题啦。我最好看的。对，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频道，也可以加入会员哦。